机票订了吗？酒店 book 了吗？哎，那行程定了，保险呢？行李箱拿回来，钱换不换 ？OK，好，very good， 拜拜。哎，马哥，我看学校假期一到，要享受天伦之乐。哎，对呀。刚才我这样听啊，你忘记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么可能？我该问我都问。有疫苗嘞？疫苗打了没有？对呀，出国打疫苗很重要，我都忘了。哎，不然这一集我们来聊聊这个健康出行攻略。家庭医生和中医师告诉你出国不可缺少的药物，有个食材含在嘴里就能够缓解晕车晕船，中医师告诉你有哪些疫苗应该接种呢？那哪些穴位应该在出国前学起来？回国后又该如何迅速恢复体力？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说嘞，你们小两口打算去哪里玩？哎呦，年底不外乎就可能去个什么外岛 relax 啊，度假。是啦，哪一个外岛啦？哎呀，不要讲啦，等一下哦，你来找我，没关系的。我去哪个岛不重要，我问嘉宾。OK， 马上欢迎家庭医生黄伟杰、董晶晶中医师，还有沈凌晨以及林翠芳，欢迎4位。来。我们就聊这个健康出行攻略哈。是的，想请问一下这个翠芳还有凌晨希啦，你们打算学校假期带小孩到哪里去玩？对。已经计划了，要带小孩到北海道去滑雪。哇，很贵的北海道。你常常去啊，我存钱去，你都不用存钱，你直接去。真的，我都是人家 sponsor 的。OK， 来希啦呢？我已经计划了今年不去北海道，因为去年已经去了，然后小孩还是小，太不方便了，要带他们去，而且可能都没有那个记忆耶。对，所以今年还不知道去哪。医师呢？医师可能会去韩国看萨哈米达。对。那医生，我在想要去中国还是去日本，都是有一些旅游的计划。对。哎，不过我想问一下2位医生跟医师哦，在出国前哦，其实有什么应该准备还是注意的吗？其实我们在旅行的时候最少性的就是生病没错，或者是一些肠胃的问题。所以呢，在出国之前呢，最好是提高自己的自身的免疫力。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食疗，黄芪泡水。比如说我们泡这样的一片啊，这一片大概是6克左右，用那个热水泡1天，喝了之后再泡，喝了之后再泡，一直到它很淡没有味道就可以了。要在出国前3到7天，它才比较有效果。那它有什么效果？补气啊，对。其实我觉得一般好像都听这个是可以养颜的，对不对？对，因为它有健脾益气的功效嘛，所以让我们气色看起来更好。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它有提高免疫力的功效，可以预防一些外感。而且这个我知道小孩也能喝的，对不对？对，小孩也可以。老人可以喝吗？老人也可以喝的，也可以喝。那如果说要出国之前已经有感冒咳嗽了，这个有帮助吗？如果是有感冒咳嗽就不可以了，因为感冒咳嗽呢，中医认为它是一个外邪啦，黄芪它属于一个补药，有外邪的时候如果给补的话，就会把这个外邪收进来，感冒咳嗽就更不容易好。比如说我们要到一些高海拔的地方，是不是？我有听说过，就是有一些中药，其实在出发前就应该喝。如果我们去高海拔的地方，通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喝那个红景天。这个红景天呢，它是生长在海拔1800到2400多米高山的地区，它的生长环境是非常恶劣的，所以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我们用它的根茎类做成胶囊啊，或者是药丸，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抗衰老、抗病毒、耐缺氧。那有什么人是不能服用吗？比如说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女性，还有儿童，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特定疾病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正在吃一些药物，比如说高血压的药物啊，糖尿病的患者吃降糖药，抗凝血剂就是那些血薄药，还有呢就是忧郁症的患者，他们吃这个抗抑郁药，免疫系统问题的病人呢，他们吃免疫抑制剂，这些呢都不适合服用红景天。所以是要在前几天吃呢？在出行之前7天吃，每天都要吃，然后下来了高山就可以不就 OK 可以停了啊。因为我有一次我去高海拔国家啊，就是好像是到那个丽江再往上香格里拉，4000米啊，我不知道要吃红景天，我那次第一次去这么高海拔，我前一天很开心，我吃什么香菇火锅鸡，隔天中午全部在我面前出现，全部吐出来。那时候年少无知嘛。对，然后后来我就问一些剧组，他们说他们有吃红景天，他们还说你没有吃吗？没有吃吗？因为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是很基本常识。后来了第2次，我又再次去云南3000米的海拔，我就先
吃红景天，那没事，完全没事，是真的有效哇，，这么有效哦！真的有效，真的。西医也是有预防高山症的药物嘛？西医其实也是有预防高山症的药物，这个药物的英文名叫 acetazolamide。因为我们新加坡是低海拔的地区，而我们到2500到3000米高的这种高海拔的地区，比如西藏啦，对，喜马拉雅山啊，我们无法适应这个比较低的空气。那这个药呢，它主要是帮我们排出那个 bicarbonate， 让我们比较快适应那个低氧气。是，你在还没有抵达之前的1-2天就要服食这个药，要开始吃。因为一般的人是需要3到5天才能够适应这个低氧的地方，可是当你吃了这个药的时候，它就减缩那个时间到1到2天，所以就比较快适应过来。而这个药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让你排出比较多的尿，所以当你服用这个药时，就记得多喝水。了解。其实最好的预防就是当你去登山的时候，你要慢慢登，不要很急促的登。那这个高山症的药是不是像红景天这样，去到那边还是每天要服用？继续吃。一般来讲呢，我去讲你需要服用大概3到5天，因为过了3到5天之后呢，其实你就已经完全能够适应那个高海拔的地方，也就不需要继续吃那个药了。我们一般上的概念是高山症就是可能头痛，然后胸闷头晕，还有什么症状要注意？比如呼吸很困难，或者觉得很累，也是说呢，你的手或者脸会有点肿胀的，就像 swelling。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应该马上寻求治疗，尽量可的话去找一些医生，或者去一些有氧气的地方，它会让你输回氧气。是。那想请问医生，就是一般上我们出国的话，有没有一些药物是我们一定要带的？一般来讲有2种药你必须要带，一个种就是呼吸道的药，比如退烧药、止咳药、感冒药、喉咙痛的药，因为这个是我们最常看到的一个疾病，对，所以你可以自行处理了。然后另外一种药就是我们讲的肠胃药，比如止吐药、止泻药，还有止毒痛药或者胃药。其实药物其实是买药源的，就是不一定要买药水，因为药水比较不方便。第一，你很难带上飞机；第二点的话，万一它 spill 或者打破的话，有人弄伤皮肤，所以尽量选择药源。你可以去找你家庭医生去配一些药，这些药是预防性的，就是讲万一你真的是生病，你又找不到医生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些药来自行治理。大家有没有出国看医生的经验？我们带小孩出国，在日本，而且我们是那一天晚上的班机要回国，我们就在吃一个很好吃的拉面我们这样吃得很开心突然间我老公这样抬头，哇，我跟孩子们都吓到，他眼睛肿到像金鱼一样敏感，他不看医生也不对，那怎么办？我们就去找，然后又语言不通嘛，然后我发现说在日本你要真的是走到那种住宅区里面才可以找到医生，而且你看完了医生，对不对？诊断完了他会开药物，你还要找到药房，然后看到医生的这个诊断书才可以出药，所以单那整个我们就花了可能大概2到3个小时。有几次在外国也是有拉肚子食物中毒这样的情况，可是我就会去药房去跟他们买药。为什么没有想说去看医生？我觉得找药房容易过找医生，因为我觉得这些 symptomatic 就是拉肚子你就买拉肚子的药就好，然后呕吐你就买呕吐的药就好。其实医生这样子的做法对吗？其实是可以的。你去一个药房，你是可以找到一些比较普通的药。不过如果是你比较严重的病，比如发高烧扁桃腺发炎这种，你还是可能要看医生，因为可能需要抗生素或者是比较特别的药。然后另外一个注意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些注射性的药物，比如你糖尿病你是注射胰岛素，我们讲的insulin，对，这种有时间的药，你就要特别小心，要问你的家庭医生或你医生去谈。如果我要过 time zone， 比如我去美国，对，从早变夜的话，我要怎么调这个药，来以确保我的药的成分还是一样。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呢，因为你要带这些注射性的药物，比如针孔这种，你带上飞机或者过那些关卡，最好是找医生写一个证明书，比较容易轻易带过。如果我们要准备出国的话，有什么疫苗是要注射的？最多人注射的疫苗其实是流感疫苗，尤其是你是在年头、年中和年尾出国的话，你一定要考虑注射流感疫苗。OK。那另外3种疫苗呢，就是我们讲的黄热病 （Yellow Fever）、A 型肝炎 （Hepatitis A）， 还有伤寒就是 Typhoid。那你去某些国家呢，比如南美洲啦、非洲啦，你就必须注射这3种疫苗啦。同一个时候注射这3种，对啊，好多哦。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在出国之前，至少2到4个星期是去看你的医生，因为可能还要分开来注射，或者是要足够的时间让你尝试足够的抗体啦。如果你去探险，比如去爬山或去森林，我们会建议你打破伤风的疫苗，就是英文讲 tetanus shot， 因为万一你什么划伤啊、割伤什么，还有那个保护你，不会让你中到破伤风。那中医呢，在这个旅途中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预防这个感染疾病？我们呢可以做一个香包，也叫香囊。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例，就是最简单的2味药，一个是藿香，一个是佩兰，把它们剪成一小段一小段，放在布包里面。这个布包可以挂在胸前呐，然后可以放在我们的包包里啊，在旅行的时候这个呢可以预防一些那个流感或者是普通的感冒，还有一些传染病也有可能会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了解啊。
其实带小孩、老婆出门了，最怕是什么？长途坐船、长途坐飞机、长途坐车，很怕他们头会晕的。是，所以一般上都是在还没有上飞机而是之前，都会给他们吃那个避晕药，这样是 OK 的，对不对？有效吗？其实有些药物是能够抗制晕眩，因为那个药需要点时间有效用，所以至少是飞机还没起飞或者是船还没有开的时候，1到2个小时就要服用这个药。因为我的女儿她每次搭飞机的时候 take off 还有 landing 都会给她吃水果或者是喝水，因为她就会 naturally 把那个 pressure 给 pop 掉。对，但她就会说肚子痛。小孩子一般来讲是对气压比较敏感的，所以在飞机起飞还有降落的时候，那个改变的这个气压，有些时候会导致他们肚子不舒服，或者想呕吐，或者是腹泻，多半是跟气压有关。所以也是要服药。那个症状是相当明显的话，当然是可以服些一些药物来缓解那个肚子的疼痛。如果那个症状并不是这么严重，有些时候我们会讲要一个小小的热包啦，warm 抱着。我家人有，就是我们家人如果说我们要到海岛旅行，姐姐先服药，她不服的话，就是我们去海里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那些漂流物，真的她可以晕蛮久的，所以就是整个行程的话，她其实没办法享受，没有享受。对，像有些人会晕车的话，有一个说法是说你坐在中间比较不会晕啊。如果你坐在前面或者中间的话，其实它的那个转弯度相对后面比起来会比较少，所以是会比较不容易晕车啦。而且你坐在后面，可能因为它后面它比较会摇晃，对，所以反而更容易晕。就是除了服药之外，好像还有手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可以带上飞机。其实它的作用在穴位上，通过这个震动刺激某一个穴位，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关穴。我们用我们自己的3个手指，然后这里吗放在从横纹开始比到上面，然后呢，在2条肌腱之间呢，这个点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如果没有准备手链带上去的话，自己用手指按压也可以。哎，对。大力的去掐那个穴位，在没有晕车之前就要开始按，对，就开始按了，这样它的效果才会比较好一些。这样我就可以帮我女儿这样子做。还有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的，我们家里面都有的，就是生姜，可以把生姜切片，在乘车乘船之前呢，把这个片放在嘴里含住或者是咀嚼都可以。那会不会有点辣呀？对呀，对，会比较辣一点。对，小孩有一些就是售卖那种姜糖的，也是可以。它有用吗？也有用，也有一定的效果。还有一种就是叫紫苏叶，就是我们在那个吃寿司的时候，寿司的时候，还有那个韩国餐的时候，包烤肉的那个紫苏叶，那个也是这样吃就 OK 了，也是这样吃，就是它也是有止呕的作用。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就是 peppermint， 就是薄荷叶，还有 lavender essence， 比如薰衣草。人家会用精油嘛，像薰衣草这些，是不是要点在穴位呢？意思？点在2边凹陷的地方就是太阳穴，就一直揉就可以了嘛。对，对。OK， 好。那其实我觉得旅行如果肠胃不舒服也是很扫兴啊。因为像我是有一次是拍节目，就是食物中毒，上吐下泻，那个真的很痛苦。你又不敢出去，因为怕一出去，等下又想要拉肚子的话，你这个还叫痛苦。是，我是在飞机上。哇，你那个厉害了，因为又没有医生，又没有药，对，然后就一直喝水，一直吐，一直喝水。哇，在最后回来到新加坡前的3个钟头。我几乎是把自己绑在那个厕所里的马桶，这么严重？我有一次就是到尼泊尔去，然后我们是在山区里面，然后我们是住在村长家，我们的食物都是当地的人煮给我们吃的。是，那可能刚开始第1天、第2天还没事，可是中途的时候，问题来了。开始想拉肚子，哎呦！村长也跟我们说，晚上尽量不要上厕所，因为外面有豹，豹出没，所以当下是非常痛苦。你母老虎，你也会怕豹？还是怕，在我虚弱的时候赢不过豹啊。但是问题是这样子，变成病猫了，真的。然后问题是在于，想要上厕所的时候，还要可能叫导播跟我一起去，那导播要站在外面呢，我让他很危险，然后我又很辛苦，所以豹还没吃你之前，先吃掉导播。那如果说我想要带一些中药，以防这个肠胃不适，有什么好建议吗？中药呢就有藿香正气丸，它可以治疗上吐下泻，尤其它可以治疗胃肠型感冒，有一点怕冷啊、流鼻涕啊，然后呢又有这个肠胃的不适，都可以，呕吐、腹泻都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就是合谷穴，我们用1手的大拇指把它折成直角，然后呢另外1只手呢打开拇指和食指成一个直角，那么这个拇指和食指之间呢就叫虎口，把这只手的大拇指对在这只手的虎口上，然后这个拇指尖按下去，拇指尖下就是合谷穴。这个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如果肠胃不适我们可以大力的按压这个合谷穴，然后你会发现它会酸，我们2个手就是轮流按压
我有一个朋友，他去某一些国家，他会自备矿泉水，然后刷牙的时候也用矿泉水。所以除了食物以外，是不是其实水源也很重要？真的，水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因水盐而食物中毒啊，尤其是冰块。一般来讲，他们在做冰块时都是用自来水，不会用矿泉水。我有一个很夸张的经验，就是有一个国家啦，然后我们都会买矿泉水，然后我们有一次呢，就是买当地的，我就看，这矿泉水里面很多杂质。后来我们仔细看呢，它的那个标签哦是用 printer 假的矿泉水，好可怕，所以还是要小心。天哪，是。有些时候呢，就是因为赶着那个旅程嘛，怕上厕所就不喝水，甚至呢就引起了这个脱水。那中西医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脱水的症状啊。如果你觉得太阳穴两侧头痛的话，或者是嘴唇干裂，或者是你的尿液也是很深，你就有可能是开始有脱水。这种情况下是尽量是要补充水分。除了补充水分之外，也要注重补充点盐分。所以我们会建议服用一些补充盐分的药物，比如是我们讲的 oral rehydration salt， 因为它的盐分相对的高。如果你有肾病或者是高血压，你不大适合吸收大量的盐分，你就可能不要考虑用 ORS， 或者你可能要放多一点水，让它变得不这么浓稠。其实我出国，我通常都会带 ORS。如果泻肚子或呕吐的话，我们也会脱水，就不只是少喝水。是，如果喝那种运动饮料有用吗？运动饮料呢，其实它是有盐分，可是它有相当高的糖分啊。所以如果你并没有是这种激烈的运动的话，我们是比较建议用 ORS 来补充水分，尤其如果你有糖尿病或者是别的慢性疾病，可能比较不适合使用运动饮料。那中医有什么妙方吗？我们可以带那个西洋参片，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旅途中很难找到厕所，所以大家都不想喝，就是不敢喝水。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把这个花旗参片放在嘴巴里面含着，然后它有生津止渴滋阴润燥这样的功效。而且呢可以防止脱水。还给大家介绍阿胶糕，就是阿胶的一个加工品啦。比如说你在市面上看到有一些加核桃的呀，这个阿胶的功效呢，它有养血润燥的功效，它也可以滋阴。它既可以补充水分，又可以补充这个能量。有些时候你到一些国家，特别是日本哇，我们需要冰行程走一整天啊，哇，那回到饭店那个脚是累到要快断掉，有什么建议吗？我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可以用那个热水，大概是35到40度来泡脚。如果我们能拿到食盐的话，最好是放一点食盐，大概泡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微微出汗就可以，不要泡出大汗来。西医这方面呢，有什么建议？如果你知道这一天你要走很多，要站很多，尽量是选择比较舒适的靴子，比如运动靴、sport shoe 之类的。对。然后在中间的时候尽量休息，比如去咖啡厅停一下子休息一下子。然后你回到酒店呢，你可以做一些伸展性的运动，比如拉那个脚啊，也可以口服一些oral rehydration salt 这种补充盐分的水分。是。然后如果你脚呢有点肿胀的话，就可以冰敷；如果只是酸痛的话，就如中医师说的，可以用热敷或者热水。那如果说到一些很寒冷的国家呢，下雪、冰天雪地有什么要注意吗？当我们从室外进到室内的时候呢，要马上把衣服脱下来，就是因为室内一般都是很暖和，这个时候如果你一直穿着衣服，然后再出去，你在室内的时候容易出满身大汗，然后再出去的时候就容易感冒，冷热的身体冷热的温差这个很大，就容易感冒。还有就是我们在出去之前，先把这个暖衣都穿好，不要等感觉很冷了的时候再穿，这个时候你其实身体已经很冷了，但是你不知道，所以就容易生病。了解。我觉得你去寒冷的国家，除了医师所说的这些东西，要注意那个紫外线啊，因为当我们去这种冰天雪地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雨露，所以紫外线相当的高。但我们都不觉得。对，很多人就以为紫外线只有大太阳的时候才有紫外线，然后去到冬天下雪的国家，他就不会擦防紫外线的。对，防晒工作要做好保湿的工作，就是 moisturize。然后防晒膏尽量是选 SPF 50，还有 PA3+的。然后经常要重复擦，比如每隔2-3个小时就擦一次。你去一些国家是有时差的这个问题的话，要怎么解决这个？比如我们在新加坡，然后我们会去到冬天的国家就有时差，就会有些累，觉得很累啊，无法入眠。这种时候可以考虑用一些褪黑色素的药物啊，比如 melatonin。比如你要10点睡觉，你要1-2个钟头前吃，比如9点到8点的时候就要服用这个药物。然后这个药物呢，它是必须在一个黑暗的房间，它药效最好。然后白天呢，就尽量可以的话晒一点太阳。它是让你容易入睡也是。对，容易入睡，然后会调整那个时差。好。
那董医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食疗方呢？给大家介绍一道益气养阴汤。哇，太好了，有哪些材料？主食是绿豆，120克，配一些中药材这个是麦冬、玉竹，是这个是百合 ，OK， 这个3种药材各6克，放在了一个茶叶袋里面。是煮的时候呢，放一点冰糖。这个汤呢，它可以滋阴润燥、益气养阴，然后可以清热解毒，还可以缓解疲劳。这个汤呢，我煮了5个小时。哇，5个小时，为什么要煮这么久啊？对啊，因为这个绿豆呢，它有一个特点，你煮的时间短了呢，可以解暑解毒是起到清热的作用。煮的时间短是它的皮在发挥作用。那当我们煮的时间长的时候，它是煮开花的，里面那个豆子实际上是益气的作用。所谓益气就是补充能量。好喝，对啊，好喝。我觉得小朋友也会喝。对，为什么有些人我们一回国就容易生病？这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点就是当我们出国时，我们的生活习惯有所改变了，我们可能睡得比较少吃的比较多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免疫是会比较弱的，就比较容易生病。第二点呢是我们在乘坐飞机飞机是个密闭的空间，所以很容易病毒会从人与人之间传播。哇，在这个时候戴口罩是最重要，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戴口罩会比较好，戴或者勤洗手了。然后第3点就是因为每个病毒它都有一定的潜伏期可能是2天，可能是7天，所以刚刚好我们回国的时候它就并发。我们旅行呢是跨越了不同的这个时区，然后跨越了不同的纬度，而且我们在旅途中就是消耗了很多的能量那么回来之后呢，就会感觉身心就很疲惫，很容易生病所以要尽量的休息，然后喝这个汤了。对 ，OK。那最后医生有什么建议吗？我要最后补充的一点就是大家不要忽略了旅游医药保险就是比如年长人士，或者是你有些慢性疾病比如中过风心脏病之类这种疾病，你买保险是要买那种 pre-existing coverage，才确保你有足够的医药保险。是，不然的话，如果你没有买这种你在国外如果有什么问题是没有包，是没有包在里面。是，你们出国一定有买嘛，对不对？一定要。而且其实很多人都会讲说，可能买了很难理赔。是，可是其实只要你有那个医生的那个证明书很容易申请。没有，我常听到是什么？不要买，你买了就没有事了。那我宁可买，我宁可不要有事。对，不买就有事。对，不买就有事，买了就没事。那我宁可买。好了，今天非常感谢这个黄医生给我们提醒，还有跟我们分享。是，也要谢谢抖音师也是有跟我们分享很多，谢谢。当然也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这个希腊凌晨，还有翠芳阿姨，谢谢阿姨，谢谢。好，在这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出行然后平安的回国是的，旅途愉快。好，请跟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